根据最新的胡润百富榜，钟闪闪也就是农夫山泉的创办人，成为了连续第4年中国的首富。那么他的总资产在4600亿人民币左右。那么根据福布斯最新的排名呢，钟闪闪他也是世界上第24位最有钱的人。那么农夫山泉它是一家饮料公司，它主要是卖瓶装水、卖果汁等等。钟闪闪他是如何通过卖水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呢？那这期视频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他的首富之路。那么钟闪闪呢，他是在1954年出生。当时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他就没有读完小学，所以就出去打工，做过各种工匠。那么在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他后来考入了一所大学，读了中文专业。那么后来呢，他就进入一家报社，担任了一名记者。那么在做记者5年之后，他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开始下海经商。那么当时呢，他卖过蘑菇还卖过虾。那么后来通过卖窗帘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那么当时在中国这个饮料行业有一家很大的公司叫做娃哈哈。那么娃哈哈呢，当时其实是在做保健品。那么当时他们在推行一种所谓的口服液。那么钟闪闪看到这个机会呢，就跟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聊了聊，所以就进了一些货，准备在海南来卖。但是呢，销路不太好，所以也没怎么卖出去。那么后来呢，还是通过其他的途径把它卖到了广西。那么后来钟闪闪就开始自己认真的去创业，在1993年创办了养生堂。那么这就是一家保健品公司。那么在90年代中国实际上这个保健品的行业，保健品的市场是非常的火热的。那么当时市场上流行一种产品，就是它会宣称是用这个龟和鳖来做原料。那么当时呢，这个钟闪闪的这个养生堂也做了一款这个产品，叫做龟鳖丸。那么后来有一些记者他就发现呢，很多的这种宣称是用龟鳖做原料的这种保健产品实际上他们整个生产工厂里面可能只有1只鳖，所以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造假曝光的情况。那么但是呢，钟闪闪呢，他是一个商业的天才，他非常善于营销，所以当时他就找到了记者，然后对外界宣布说可以让所有的这个记者呀、普通民众去他们的这个厂里去参观，就是看他们的这个生产流程其实就是在说明他们这个产品是真实的，是不掺假的。那么所以钟闪闪他也就通过这样子一个宣传途径就让自己的这个龟鳖丸就一炮而红。那么后来在1996年，钟闪闪他就创办了农夫山泉这家公司。那么刚才提到农夫山泉它是一家饮料公司。那么最开始呢，它就是做饮用水的。当时中国的饮用水行业呢，其实是有几大巨头，比如刚才提到的宗庆后的娃哈哈，还有乐百氏。那么他们是主打的是纯净水，当时市场上基本上是被纯净水这种产品所占据。那么后来呢，钟闪闪他在千岛湖进行考察。那千岛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淡水水区，水质非常高。那么钟闪闪当时本来其实是想要做一家酒厂，其实是看中了那里的水源，但是呢，后来他觉得自己有机会其实可以进入这个瓶装水的行业，所以他就决定打出这个天然水的概念。当然他一开始他不是用天然水，当然就是本身千岛湖的水质是非常好的这里其实能体现他为什么是一个营销天才因为我刚才说了，在中国的市场当时呢是以纯净水为主的，其实普通民众心里还没有这个天然水矿泉水这种概念。钟闪闪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出一个广告词，叫做农夫山泉有点甜为什么有点甜呢？因为里面有一些这个矿物质，有一些微量元素。有了这些矿物元素就跟那种纯净水，也就是完全过滤的那种没有任何杂质的水比起来天然水显然是要更健康。
农夫山泉3大理念。环保理念，农夫山泉从不使用城市自来水，每一滴农夫山泉都有它的源头。天然理念，坚持水源地建厂、水源地灌装。健康理念，天然的弱碱性水，不添加任何人工矿物质。农夫山泉有点甜，好水喝出健康来。那么娃哈哈和这个农夫山泉之间的这种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他们之间在这么多年都有非常多的官司。那么就围绕着天然水的概念和纯净水的这种概念呢，其实当时整个行业有60-70家公司都在互相的这个比较，互相的竞争，那想要去拿到这样的市场的份额。那么其实呢，相比于国外的比较高端天然水的品牌，比如说依云还有斐济水，像他们在中国卖的价格因为可能是因为他们是进口或者是本身就是有一个品牌效应，那么他们的价格比农夫山泉大概要贵2到3倍左右，而农夫山泉呢也就比平常普通的纯净水矿泉水也就贵1元人民币，那么也就相当于是0点几美元。所以说它就通过这种市场效应实际上是赢得了非常大额的市场。那么同时呢，农夫山泉这家公司它也不只是卖瓶装水，它同时还有卖这个果汁，包括在我小时候我经常喝的一个叫农夫果园我觉得绝大部分中国人应该都是知道的，非常的有名。还有后来在2011年它开始推出的无糖饮料，也就是东方树叶，还有就是 NFC 果汁。那么这些概念呢，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年才开始变得非常的流行，而农夫山泉实际上是在可能10年前左右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所以就可以看出来中山陕它是多么的具有长期主义的这种眼光。包括无糖饮料也是最近这几年才真正的兴起，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也就是13年前，中山陕他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个东方树叶这么一个主打无糖健康的这么一个茶饮料，所以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能成为首富其实也不令人意外。那么在2020年呢，农夫山泉也成功的上市了，这也让他成功的成为了中国的首富。那么除了农夫山泉和养生堂，中山陕它的这个商业帝国实际上远比这个要更大。它有一条策略叫做左手拿茶叶蛋，右手拿原子弹。那么茶叶蛋其实就是一些消费级别的产品，也就是所谓的保健品还有一些饮料。那么原子弹它其实指的就是一些高科技的产品。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中山陕就收购了万泰生物这家公司。那么这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收购这家公司以后呢，这个中山陕就开始着手去研制这个 HPV 2价的疫苗。那么在当时呢，中国是还没有国产的这个 HPV 的疫苗。那么在2019年，这个万泰生物就推出了中国第一款国产的2价 HPV 疫苗，这也让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英国第3个能够自主生产这个 HPV 疫苗的国家，这也让这个产品当时非常的火爆。那么万泰生物呢，也成功在2021年就上市了，也就是说它2019年研发出这个产品，那么2020年它就成功的上市了，这个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案例。那么后来在这个新冠疫情开始爆发之后，万泰生物呢就开始转向做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研发，还有这个新冠检测剂的研发。而不管是养生堂、农夫山泉还是万泰生物，这3家公司根据股份结构来看的话，实际上都是被中山陕所控制的，所以中山陕他自己是拥有这些公司绝对的话语权。那么成为首富之后呢，在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首富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名词，因为你会面临各种社会所带来的压力。那么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
因为以前的一些这个殖民主义时代的一些历史啊，所以人们经常会使用民族主义、民族情绪，去对一些比较有钱的人进行各种攻击。那么钟闪闪他也不例外啊。那么自媒体开始流行之后呢，很多人他有这个途径可以在网上散播一些信息，那么其中当然也就出现很多比较令人不可思议、比较离谱的一些言论啊。比如农夫山泉有一款饮料叫茶派，那么有的自媒体就说呀，这个茶派的茶这个字看起来很像是日本的这个靖国神社，然后这个派呢看起来很像是这个神社前面的那个架子。那么还有刚才提到这个东方树叶这个包装啊，上面会有一些建筑或者比较艺术性的一些图案。那有人就说这一款上面这个建筑啊，它就像是日本的这个叫五重塔。那么更离谱呢，还有说这个农夫山泉啊，这个瓶装水的包装看起来很像这个日本的国旗。所以呢人们开始批评这个钟闪闪他媚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波起来呢？主要是因为之前呢这个娃哈哈的这个创始人叫宗庆后他去世了，那么人们就开始聊到这个宗庆后和钟闪闪他之间的一些关系，或者说以前的一些竞争。因为确实娃哈哈和这个农夫山泉在过去打过很多官司，那么还有流传说这个钟闪闪啊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从娃哈哈那里获取了一些利益。那么当然这个钟闪闪啊，他经过这段时间也是承受了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压力，所以他出来也做了一些澄清啊，表示就是他第一份这个财富啊是通过卖窗帘获得的，就和娃哈哈本身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其实呢，我也想聊一聊我对钟闪闪他这个人的一些争议的看法。首先外界这个传言就是他的儿子叫钟树子，是美国国籍这个在网上可以查到，应该是事实。但是呢就很多人就说，因为他儿子是美国籍，那么这些公司啊又是由钟闪闪他控制的，那涉及到继承人的问题呢，他自然会把这个公司继承给他的这个儿子。那这样的话农夫山泉这家公司它不就成为美国人的企业了吗？那么钟闪闪他自己也有辟谣，他就是说他首先自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然后说这个继承人这个制度在他们公司内部是有这个竞争的机制。那么目前的话是还不知道就是说谁会成为继承人但是我自己觉得他的这个说法其实听听就可以就是如果是我的话，那么我控制的这家公司，我一手创办的这些公司，其实我也会想着说会让自己的后代来继承，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比较正常的。至于未来他会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其实别人也没有办法去干涉。还有就是涉及到他这个国籍的问题那中国还有另外一家比较知名的这个餐饮业的企业叫做海底捞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做火锅的在中国非常的成功。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提供非常个性化的服务。那么还有之前在网上非常流行的所谓的科目三这么一个舞蹈也非常的火。那这个海底捞它的这个创始人呢叫张勇，那个张勇呢他现在已经移民到新加坡了，也就是说他现在是新加坡人，那他就是外国人了。那么这影响海底捞在中国的发展吗？其实一点都没有影响。所以就是其实人们还是更关注于这个产品的品质和这个服务。其实大多数中国的这个公司即使它有外资，或者是它的这个创始人他不是中国国籍，现在在中国也活得都挺好的。而且事实就是很多就算是国企，还有其他的一些很知名的企业，包括马云的阿里巴巴，包括马化腾的腾讯，其实他们都是有大量的外国的投资。还有就是刘强东的京东也是有外国人的投资，但这样其实也不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攻击他们，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没有太大的依据。那我们普通人主要还是关注于产品的服务、产品的质量。
那么涉及到刚才提到的农夫山泉，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包装，它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崇洋媚外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事件爆出来之前，我是完全没有觉得说它的这个包装有崇洋媚外的这种感觉。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在用这么一个策略，或者这么一种崇洋媚外的思想的话，起码我觉得那还是挺失败的。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说这个东方树叶它就是有在宣传什么日本的文化之类的。那么钟闪闪呢，他因为最近的这些争议啊，他也去上了中国这个央视的一个节目。那么他就说呀，他成为首富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压力，就是自己会变得不自由。但是呢，他说呀，他对自己的结局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是白手起家。那么他说呢，他自己的这个钱啊是非常干净的，他对自己的员工啊也是不错的。那么我觉得我比较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提到关于他的这个财富的问题。他说呀，中国在最近的30-40年就积累的财富是欧美可能300-400年积累的财富。那这也就造成很多人实际上在这个快速的财富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这个过于关注金钱，而忽略了金钱本身所带来的这个责任，还有对这个财富相关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诠释，包括一些道德层面的关注。那么在中国呀，很多非常富有的人，他们会结成小的团体，比如说马云，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富人俱乐部。而钟闪闪的话，他自己实际上是没有参与这些小团体中的，那么他也没有和这个中国的政府走得很近，所以他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但是在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首先中国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啊，他其实并不希望这些很富有的人失去控制。应该来说，他们要求这些最富有的人呢，能够听从党的领导。所以这其中啊，就会有各种这个争议，或者说各种交易。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最富有的一些公司啊，其实都是房地产、银行啊，还包括它的这个消费产品。而在美国呢，最富有的前10的公司主要是科技产业啊，比如这个 Elon Musk 他的这个 SpaceX， 还有就是特斯拉。所以呢，中美对于这种财富的追求，实际上在认知上的差别是比较大的。钟闪闪也说呀，他自己也希望在中国呢，就人们可以对于这种对人类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价值有更大的追求。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希望。那我希望呢，未来在中国首富可以是那些真正的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人，而不只是一些搞房地产的、搞银行的这些投机产业，或者是一些并不增加人民幸福指数的这些产业。好，那么我今天主要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